我就立志，我每一天要讲一则笑话，一则笑话给他听。那你们会讲土味情话吗？会啊，我很会撩他，比如说。哦哟，我觉得眼前一片空白。您是传道娘的闺蜜，他是您的哥们儿。婚姻幸福不是理所当然，而是要经营。爱是要常以为亏欠。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了只见耶稣青年团契的团契时间。我是关怀喜珍，我是客户新颖。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非常的特别，我们欢迎王明昌传道。欢欢迎大家平安，我是王明昌。好，那我们今天婚姻请看听的单元里头会问传道一些很挑战的问题哦。对，第一个是讲到如何遇到利百加，然后如何确认神的旨意嘛。那很明显这样，因为3个长老都介绍同一个人。那结婚之后有没有磨合期？新婚的磨合期？我们新婚有它的磨合期存在因为我刚刚有讲过，就是他是在城市里面长大，那我呢是在乡下长大。虽然有几年在外面念书，但是其实我还是以乡下的那一种价值观来面对一些事情。但是他在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不会说就是闷着气，他是比较开放的。那反而我会比较闷着，但是我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是遇到这事情，她一定会找你聊。一定要讲清楚，一定要找我聊，一定要讲清楚，这蛮重要的。讲说什么不开心？他讲清楚不是说他得理不饶人或是怎么样，他是想说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那我当时还是选择比较不想讲了，因为那个是一个大环境因素引起的嘛。但是我的太太会一直引起你讲，希望我能够讲出来我的内心感觉啦，我们会有比较好的沟通。那之前我都会跟他讲说没事啦，时间过了就好。我太太就会讲说时间过了好，但是那个问题点没有解开所以我是希望知道说你到底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改变，或是什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所以后来就慢慢选择还是要讲讲了之后就会比较放得开了那后来才知道说原来生活上我们自以为应该是这样子的，别人不一定以为是这样子。那这个不是对错的问题，是生活习惯跟生活态度跟生活环境不同所引起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结嘛。讲开了就 OK 了。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个方式也不错所以就形成我们如果我休假回去的话，都会跟他一起泡茶聊天聊家啦，聊什么无所不聊了。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是很聊得来了还是很聊得来的朋友。所以感觉传道跟传道娘私底下也是一个朋友相处的模式，应该算是密友了。密友，所以您是传道娘的闺蜜这样子，他是您的哥们儿，这样很好可是传道，因为有一些夫妻，可能有一些同龄，他们遇到的状况是聊到后来都不知道要聊什么，然后就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聊什么？这个是有瓶颈我讲一个瓶颈给你们知道。因为当时我当传道，后来我们都住在一起嘛，我们住在一起有10年半的时间，后来我调到总会之后才分居两地所以他是传道种不到哪里，他就跟着迁移的游牧民族之一这样。对，那有一年有一次了很特别，就是说我的注目习惯就是说我会跟信徒无所不聊，而且会聊得很开心，很多笑声啦那大概是在结婚后的第8年第9年，那时候我在高雄，那高雄的弟兄姐妹会来就是聚会完之后会聊天，大家都聊得很好嘛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牧养那有一天傍晚的时候，我太太在煮晚餐嘛然后我就看她好像不是很开心不开心。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她就跟我讲说等一下我们来泡茶。那以前都是我邀他泡茶，今天他邀我泡茶，我就觉得怪怪的，好像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了。所以我在吃饭的时候一直在想，到底什么事他要找我泡茶。后来吃完饭之后，我就去整理茶具烧开水要泡茶，然后我就泡一泡我自认为很好的茶了给他来太太你喝茶。那喝了一口之后呢，就把茶杯放着，叹了一口气，然后就说明昌，
我很羡慕当信徒呢。吃醋了，吃醋了，是吗？他就跟我讲说，我看你跟信徒聊天都聊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都聊得很开心。但是你怎么跟我聊天的时候5分钟就没话了呢？都是我在讲话呢。我那时候我才注意到说，我太太也有这种感觉那时候我脑筋里面就出现过一句话，我就跟她讲，我说哎呀，太太你不知道我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啦。这是一句应付的话，我知道她也知道了她听到这句话之后笑了，就笑那笑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是暂时化解了这个危机啦。但是这个危机并没有因为这样子来解除嘛。对，既然他内心当中有这一种话，应该是放在他内心当中很久，但是碍于说你是传道，我不方便讲什么，或者是说你是传道，你跟信徒之间的互动本来就应该这样子，但是我却忘记了她是我的太太，我应该要跟她比跟信徒更亲密才对了。那时候我忘记，或是我没有去注意到，忽略到的，对，忽略到。那时候我心里在想，不行这样子，那我在内心当中我就立志，我每一天一定要讲1则笑话，最少1则笑话给他听学起来吗，亲爱的弟兄们？我每天一定要讲1则笑话给他听了。去哪里找笑话？对啊，这是我的问题啊。那怎么办？每天1则蛮多的，而且那时候没有网络吧？那时候已经有网络，但是没有那么多。要自己发明吗？我有一本双月刊呐，那双月刊里面就有很多笑话，很多那个委婉集吧然后我就可以看一看，学一下。我真的我立志了，我真的讲1个月、2个月，讲到后来我真的下一次要讲什么都已经脑筋里面讲不出东西来了啦。那我太太当然知道笑话怎么那么多，而且也不是很好笑嘛，也不是很好笑，陪我笑而已笑话看得出来你有在努力这样。然后呢，他就有一天睡觉的时候跟我讲，敏昌，你明天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再讲笑话？他受不了了，太多。我说哇，你这句话拯救我了，因为我真的想不出更多的笑话了。对，我当然知道哪有那么多笑话你可以讲其他的你可以讲你内心的话，你可以讲你牧养过程当中的一些心路历程啦，遇到什么困难啦，什么那个我也喜欢听啊。我不一定要在你面前笑而已啊，你也不一定要让我笑啊但是我更希望能够知道你内心在想什么，你遇到什么困难，这我比较希望听到的了。对，因为心颖之前我们也有聊到说，好像姐妹普遍是喜欢讲话的，但是弟兄通常都是姐妹是分享型，但是我不知道国外的不同文化的弟兄有没有差别，但是台湾的养成弟兄通常都是好像比较憋在心里，不会分享。那他们即便跟他们的兄弟们在一起，其实会聊股票、聊房子、聊车子、聊工作，然后有服饰会聊服饰，但是不太会讲自己心里的感受、想法、情绪。对，这个部分是对弟兄比较少，这是弟兄的问题啦。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有这一种感受啦，有意识到，所以我觉得我太太这样讲，我应该以后除了不能讲的事啦，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信徒有一些不能讲的事情对以外那我会尽量跟太太沟通。其实我们结婚到现在，我们每一天都通电话。每天在家里面，我如果出门我们每一天一定会通电话。他如果没有接到我的电话，他会不放心，他会打电话给我，或者我打电话给他，每天都是。哇，那这样有时候传道跟信徒泡茶或讨论开会会到半夜的时候怎么办？一样所以传道娘就等到半夜，会特别约一个时间，大家都可以的时间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约束，因为传道的工作比较多，开会或有时候信徒事情来，他们半夜也得处理啊。对，所以他会等。如果说他有其他事，他会以前是写那个电话信息嘛简讯嘛他说我怎么样，我先休息了我知道我就不打。我如果在开会，我会跟他讲我要开会，就报备一下自己的行踪，就是说我现在在开会那可能会没办法回电话，结束之后我会再等或者说他会回我说那你就不用打电话了不然的话我在国外也是在国外至少报个平安嘛，每天都一定打
每天只是一句话说，哎，你好吗？我要休息咯。他知道就好了。有时候会讲很多，就是每天一定要保持联系啦，就不要说好像就算很简单的交代，或是一定要有个对话，但是至少要每隔一段时间有一个比较精心的对话，就是比较有品质的时间。对，就是有品质的相处的时间。没有办法每天，但是1周1次，或是双周1次，就是如果太长没有深入的谈话，会真的渐渐生疏。对，刚刚王传道讲到一个很重要，是要努力，因为他有励志，他有励志，至少一开始从每天1则笑话开始努力起。对啊，对，所以我很多笑话。我老公也蛮多的，是追我的时候每天都会讲一个笑话。那你们会讲土味情话吗？什么叫土味情话？就是撩人的话，会啊，我很会撩他。真的哦，传道可以在节目中讲一段吗？分享几句给弟兄参考一下吗？我们再传给传道娘听。比如说，我会很严肃在他面前讲说：“哎呀，我跟你结婚后悔了。”他会很惊讶，为什么？后悔了？对，我后悔太慢认识你了。哎呦，我觉得眼前一片空白。传道去哪里学的？是在网络上找到的吗？因为当传道跟信徒会有一些比较多的互动，那信徒会有一些他们分享传授一些秘诀给你。也不是传，就是说在聊天当中会讲一些事情，那就会转换一些话题啦。然后本来是我们1 by 1的，但是会把它成为大家都可以用，自己变化一下，或者是说在聊天当中变成一个幽默的内容啦。传道还有其他的土味情话或是什么，这就算撩妹了。要传这种情话吗？可以再传授几个吗？我会偶尔会拿一些小东西啦，就是说小礼物吗？也不一定是礼物啦。比如说我从总会回去我会刚好桌上有一个东西，你也太随机了吧？对，随机应变。因为有时候没有办法预料或计划要怎么做了。那因为他有时候会从高雄来台中，那我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我就会拿着东西，我会亲自到火车站去接他，他都坐火车来。像昨天晚上大概10点半到，我一定会去接他然后我会带一个很小，他不会在意这个东西，然后他在意是你的心嘛。那我就给他欢迎你到台中来我们的家他就很高兴那一个晚上就很高兴就有一个女生好像很好满足，有一个话题啦，有一个 news 很好。传道是也蛮用心，会花巧思去经营的耶。对，传道其实也蛮会。结婚一开始就会吗？还是后来慢慢因为自己学习？就是那一次以后他会羡慕信徒以后，我就觉得我们要经营我们的婚姻不是理所当然的幸福啦，我们的婚姻是要透过你想要让他幸福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2个人都要互相搭配。那我太太常常会邀我，我们去星巴克因为孩子有送他母亲节礼物，他就请我去喝个饮料，吃个甜点，然后在那边就聊1个多小时，聊一聊，什么都聊了他需要预约吗？传道 schedule 也是需要预约的他会跟我讲什么时候你有时间然后我们去哪里。那我们去旅游都是他安排的了，这个是他很在行，就包括我们家族旅游也是都他安排。那我是比较属于那一种突然的那一种，就是按自己的擅长的部分，对，然后真的还是要花点心思用心去经营。譬如说刚才王传道分享是说他比较会有一些土味情话撩妹的一些小礼物，随机带着讲一些好听的话，其实就是姐妹们比较爱听甜言蜜语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要怎么经营婚姻？我们刚刚有听到5个，对不对？第一个是讲笑话，然后土味情话，那再来是送小礼物吗？刚刚那个接送的部分，送一些东西啦，不一定是礼物，就是你随机，比如说随机送个小礼物拿给他，说欢迎你来到台中，我们的家，欢迎来回到我们家这样。对，然后还有约出去约会，喝个咖啡，对，旅游，对，然后旅游就是双方按自己擅长，比如说传道娘比较擅长规划旅游，那他就帮忙做行程的规划，但是也是表现他一个用心，就是我觉得他的背后其实比较是双方都愿意那个心意，都有那个心意，想要说这个婚姻其实是需要努力去经营跟维持，它不是自然而然幸福就从天而降，它其实是只
只要我们愿意花心思，那对方其实都会 get 到这个讯息这样子。所以呢，在主内的婚姻有保鲜的问题吗？以我来讲没有保鲜问题了，一直到现在都是觉得蛮好的。就是说你如果这样慢慢走过来的话，都会有一种期待了，期待。比如说他到台中来，我没有跟他讲说我要去接他，小惊喜，然后我会躲起来，看到真的很会耶。他躲起来，躲着他让他觉得怎么这次没有来接我，然后他走过去，我就突然间在后面吓他出现，这太小调皮了吧？小惊喜啦，小惊喜。他说跟我讲说，你都年纪那么大了，还像小孩子一样。我说婚姻就要像小孩子一样就他就是只有私底下你看得到这样子。对，我其实我是很正经的啦，但是在他面前我就像小孩子。要像小孩子一样。其实我会干这种事，我也是，我要护下对方。有时候我会算好他快下班的时间，然后我会推着婴儿车带就是小孩去他们公司的楼下等他，对，就接他下班。当然是因为我现在很喜欢小孩，就是他从我们还单身的时候他就非常喜欢小 baby， 所以就是这样，就看对方喜欢什么，就是花点巧思让对方觉得说你是在乎他的。孩子也是保鲜的一个元素，孩子因为孩子一般我们都觉得孩子好像会成为婚姻当中的阻碍，他不是会分散或者是一个负荷，尤其现在就是物价上涨，养小孩变得越来越贵的时候。对，但是我的体验是说，孩子有了之后的两个人的感情会越紧密，因为我的太太会去安排我们家人的相处，尤其是现在都已经离开我们的身边嘛，他们去工作，空巢期的相处，对，空巢期的相处。那这个相处，我是觉得我太太的做法是蛮不错的，她会要求孩子以前说国中就不想跟了。我们的孩子是一直到现在都会一起出去玩，比如说我们去年一起到日本，我们就有一个计划，就是说你几年，比如3年要一起出国一次，每年一定要国内旅游一次。那这个久了之后就变成一种期待了。那我讲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要出去玩呢？那这个就整个婚姻的一个，不是只有我们2个人的，因为婚姻不是只有2个夫妻之间的事，它是一个整个家庭。那这个家庭变成一个生活一个模式一个重心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大家会期待的。所以其实孩子有他的家庭负担没有错，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很甜蜜的一个保鲜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之一了，让你会觉得有了孩子慢慢长大之后，我们希望能够这个家庭有一个巩固那所以我们会安排，那这都是我太太的计划。去年去日本是我太太跟孩子讨论完之后，这一次是由孩子自己规划怎么去日本，我们是自由行嘛，那我负责教会的部分，我们怎么去教会跟教会联络那教会就跟我们安排去那边聚会所以这个过程也是保鲜的一个方式啦，我是觉得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生小孩反而是夫妻保鲜的方式，就是如果平衡的好的话，是当是说要在按圣经里面的教导去做生活的实践。那因为其实孩子成长过程中会有非常多的问题，从小时候的一个发很高烧的感冒，到在求学过程婚姻过程遇到的各种困难，其实夫妻必须要同心协力，透过祷告跟引导孩子走在信仰正确的路上所以一个一个的小危机会让这个家庭其实是更紧密，连接是更好的所以刚才其实传道给我们破解很大的迷思，但是传道的家庭刚刚分享到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孩子即便到了青春期之后还是会愿意跟着家庭旅游走。那其实很多家庭其实孩子大了就不想跟，只想跟朋友。对啊，传道你们家的小孩是传道娘自己带的，没有委托隔代教养或者是保姆是吗？对，从小就是因为我们有10年半住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孩子我们2个自己带了。那自己带，因为我当传道嘛，会被派到哪里去协助工作，就是我传道娘自己一个人带孩子。那我如果在的话，其实我很会洗尿布，尿布是布的他们那时候要洗的，洗尿布的那种比较传统的，对传统的那个布，就是传道会做家事啦，对，会分担家事，会洗。弟兄如果愿意多做一点家事，会让姐妹幸福感爆棚，学起来真的这招学起来，这招学起来一定会让弟兄良多，家庭会更美满，会很好。对我结婚以前我从来没有做过家事，
是婚后学的对，因为我前面有3个姐姐嘛，我3个姐姐都做完了，我后面有2个妹妹嘛，3个姐姐结婚之后，我2个妹妹顶起来嘛，所以我是男生第一个，哥哥过世我是长男嘛，父母亲从来没有叫我扫过地啦，洗过碗一块都没有。哇，那传道这样子你这样转变很大耶，对。但是你很愿意就这样子做调整。我是觉得说那个时候我是觉得我太太很辛苦了，然后我也觉得说她嫁给我是委屈了，我自己觉得，因为我当传道，我知道说我可能时间在家庭的不会很多，我的薪资也不会很高，而且是很低，所以我总觉得她嫁给我是很大的付出，辛苦，所以我必须要去弥补这一块。然后我就开始帮忙他一些，我只要休假或是我只要有时间会帮忙他，所以我只要在的时候，孩子我也洗，帮孩子洗澡、洗尿布、扫地、洗碗，我通通做。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做会觉得我很怎么样，我是觉得说，我应该本来就要这样做了，因为我的太太嫁给我是。可是我觉得这个让我想到一个经节，就是圣经不是也有说，就是爱就是要常以为亏欠嘛，对呀，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动力去为对方付出。对，刚刚其实传道就有讲，他会想到传道没有觉得说，因为我是传道，那所以传道娘一定义务就是要把整个家撑起来。传道反而会觉得说，因为我是传道，我在家里的时间很少，那我在家的时间就愿意更多的付出，更多的帮忙带小孩、做家务。所以常以为亏欠其实是夫妻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我觉得我好像亏欠他，我做的不够多，让他不够幸福。对，所以我要一直努力，一直努力。对，双方都这样想，你就会想要更努力，然后就越来越幸福。对，所以神的话真的是我们婚姻幸福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秘诀。对。我想从刚才整段来回应一下，就是说，那现在就年轻的男女外面会流行不婚主义，就是因为现在真的物价高、房价高，买不起，然后养小孩真的太贵，干脆就不要结婚。然后我就有一些同龄就会想说我一定要存到多少的钱，这样子我要有才能结婚，对，预备金，对紧急预备金，然后我才能够放心的结婚。那这样对于这样子的青年传道，你当年完全不合格，你1万多的薪水，然后传道娘有9万多块的工作，你们也不要去做，就是2个就是都在教会服侍。那这样在物质上会不会受到影响嘛？这样可是也是结婚生了小孩嘛，也是照样幸福。所以婚姻幸福是真的需要有这些经济的条件来决定要不要结婚吗？其实这个问题没有对跟错的一个答案了，因为这个是看你怎么去面对它。但如果以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神造万物都是觉得很好嘛，只有一件事情不好，就是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为什么神要设立婚姻，就是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如果以婚姻的角度来看的话，不应该因为某一些你觉得的难处，或是你没有办法去破解的问题，然后来阻挡神所配合的婚姻啊。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被建立的一个观念，因为一人独居是不好的，谁说不好？不是你说不好，也不是我说不好，是神说不好，所以神才会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人嘛。所以其实婚姻结婚之后是互为帮补的啦，没有因为结婚之后就变成是说我怕这个不够，怕那个不够，因为你没有经营婚姻嘛。如果你把婚姻借着圣经的道理来经营的话，不会1加1等于0啊，不会变成是负担啦，而就会变成是一个加上去的，2个人总比1个人好嘛。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有信仰的人应该要被建立的一个观念。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人在每一个世代都有不同的挑战，比如说现在讲说没有钱、没有房、没有车，我没有办法结婚。我们当时候什么都没有啊，还是结婚。对啊，如果说用这个观念来到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更没有啊，那就没有人可以结婚了，那就没有办法结婚了。那就没有现在的年轻的一辈了，对啊，大家都选择不结婚，就没有大家都选择不结婚嘛。所以本来我们婚姻就是一种挑战，真的是一种挑战。所以我刚刚讲说，婚姻幸福不是理所当然，而是要经营。那你经营过之后，你就会更感受到婚姻美满的那一种喜乐。你要有经营，要有付出，你得到之后那种幸福感才会加倍，才会加倍。就好像说你
天天都很平安，你就不会觉得平安的好处在哪里。但如果你经历了一些不平安，你又得到平安，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平安太重要，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在婚前都会有这一些考量，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你应该要有信心来面对，而不是说反正我没有车没有钱没有房，所以我采取不婚的主义，这很危险。所以因为没有这些物质的条件而选择不婚是危险的事情。对，我们看过很多个别案例了。如果你是因为物质生活的问题选择不婚，那是相当大的危机。你选择不婚跟你没有结婚是两回事。你选择不婚是你可以结婚，但是你选择不要。你没有结婚有时候是因为你没有好机会所以没有对象没有对象所以你不结婚，不是你不想结婚，那是两件事情。那当然你选择结婚有选择结婚必须挑战的内容，但是那种挑战会让你愿意面对，然后去化解它的那一种幸福。幸福是从这里来的没有付出没有幸福啦你有付出才有幸福啦。好，那刚刚传道跟我们分享了很重要的，就是婚姻其实是双方都要愿意用心，自以为亏欠去努力的经营跟付出才会幸福。那请问传道，在面对空巢期这个阶段，有没有什么夫妻相处之道？因为可能没有孩子之后夫妻相处相看两厌到底怎么样从相看两厌到相看两不厌？我个人是这样做了我会想办法让他觉得我依赖他因为空巢期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本来孩子依赖我嘛，依赖妈妈嘛，依赖爸爸妈妈嘛，他现在孩子已经不需要我了对，所以他会觉得在家庭里面好像失去了他的生活重心，会有一点落寞的感觉。所以我会跟我的太太讲说哎呦回来我真的我觉得我找到最大的依靠。那我会跟他讲一件事，就是我年纪越大越需要你，越需要你，所以我会觉得让他觉得我依赖他确实我也是依赖他啦那因为我当传道空巢期的那种感觉比较没有，因为我在教会因为教会的事情实在太忙了。那他有，所以我会让他觉得说，孩子以前依赖你，现在你又多了一个老孩子你传道真的很会讲话传道真的很强一直依赖他，一直依赖他嘛，他就觉得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我还有一个老孩子要让他感受到说他真的在家庭里面我没有这个太太好像没有办法生活我甚至可以做到这个地步。最大的空巢期的问题是他本来可以做的现在没有地方可以做，那我就成为一个让他可以做的一个对象。哇我就真的是很有智慧耶我从来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子虽然还没有到这个阶段，跟老婆撒娇对老男孩撒娇对让太太觉得其实还是有人需要他，而且更需要他这样子。对，谢谢传道的分享。那针对银发族的阶段，白头偕老有没有建议或秘诀，或是有看到美好的见证？白头偕老其实是一个愿景啦就是说我们两个人之间也不知道能不能够活得多久，但是我会给他建立一个老人的愿景。比如说我们在一起，我想我们如果活到70、80岁的时候，我想带你去哪里，那我们可以做什么，这是一个愿景。那你这个愿景在的时候，你生活的目标就有一个方向所以比如说我会跟他讲说，当时你要嫁给我的时候跟我讲说你想要到法国去看一看，英国去看一看，因为我当传道要去哪里不是我可以做决定，但是我们老了之后我一定带你去到哪里，比如说巴黎铁塔啦，什么什么地方我带你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经济比较自由了孩子长大了我们可以要求孩子你们一个人出多少钱那我就带你去那刚好你是外文的嘛，你去了我就有一张嘴巴。可是巴黎铁塔是讲法文的，他是法文他英文跟法文传道娘他是主修英文跟副修法文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们老了之后有一个愿景，我带你去哪里去哪里走走，如果我可以开车我开车载你走，如果不能开车我们搭火车，我们搭公共汽车我们走到哪里都是教会嘛，我们走到哪里就住在教会然后晚上我领会那我们就可以跟信徒聊一聊这个是一个愿景了这个愿景就会变成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目标一个生活的目标，一个小小的计划。一定要到年老的时候我要等你带我到法国去，带我到英国去，带我到欧洲去我个人是用这种方式啦
到底能不能够真的这样子？但是那个是一个愿景，有一个愿景在的时候，生活就有一个期待目标跟方向，而这个期待就能够让我们持续不断的往这个期待来走。不然他都没有期待没有期待我干嘛要这样走？他不知道往哪里走。所以我是会跟他讲说，我退休了，我们几岁了我们可以牵着手再走哪一条公路然后呢，我们可以去哪里走一走这是以前结婚的时候你想要去的，但是我当传道没有办法，但是我退休之后我有办法，经济比较自由啦，孩子也长大了我们去哪里走一走玩一玩这个是我个人是这样想，一定要一个愿景在。其实弟兄会有一个盲点，弟兄可能有时候比较重承诺，他会觉得等到我有那个时间，我有那个金钱，我才要开口说。那可是传道刚刚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是说，其实你很期待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做这件美好的事，你就要先讲出来。对啊，就可以先讲。对，你要先讲。其实未来10年20年有没有真的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现在就感到幸福了。对，因为他当下就觉得我们很积极的在为我们未来退休后的生活去做一些预备，而且对方是他的未来还是持续有我是很重要的一个他的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样。那其实我觉得一直在听传道跟传道娘的一个过程，就是夫妻相处的过程，我就觉得哇，传道娘真的是一个才德的妇人就真的像箴言说的，才德的妇人胜过珍珠。然后也在传道身上看见说就是很多工人经营家庭的态度，经营婚姻的态度，有很多其实是我们就是可以很多学习的部分。而且我真的超感谢神给我们制作只见耶稣这个节目的机会，因为如果不是，我从来不知道传道有这一面。如果我们有机会采访传道如何把圣经的真理实践在自己的生活教养跟婚姻上，我们不知道其实传道是个撩妹高手。对啊，就是那个表面都看不出来，因为在台上都很严肃这样子分享这些内容的。但是我撩妹只撩我太太而已对，当然只能撩自己的太太。我在撩的时候，我的孩子都会讲又在放闪了，又来了，小孩子就赶快捂住眼睛，不要听这样子。好，那我们最后可以请传道分享一个经节。好，我想我们既然谈到婚姻我想一段话蛮重要的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爱是恒久忍耐，第7节最后凡事忍耐，第8节爱是永不止息。其实爱它最重要的是用忍耐开始，用忍耐结束。忍耐好像是说我付出很多，我牺牲很大，但其实不是，是因为你爱的忍耐，所以你才能够得到爱的回报。那这一种一直持续的时候，会增加你对爱的那一种付出，那你付出越多，你所领受的就越大这是一种生活经历，也是一种爱的源头啦。你怎么能够领受爱？你要先懂得在爱当中恒久忍耐，那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爱就会永不止息所以忍耐的功夫其实在爱里面是蛮重要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互动就必须要在面对某一件事情的时候用忍耐开始，用忍耐结束，爱才会永不止息。对，在最一开始我们都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自以为中心的时候，确实要做出改变，要行出道理本身就需要先有忍耐那个过程嘛。对。那但是因为我们比较年轻的世代，从小在家里是不用忍耐，像我们比较年纪大的家庭，有很多兄弟姐妹从小就要忍耐的轮流等待，连上个厕所啦，物资的分享全部都是要轮流忍耐跟等待。那所以在婚后其实有蛮多需要忍耐的课题。那新婚的青年可能有时候会问辅导的长子传道说，我到底要忍耐多久？其实你就想一个平均值大概是雅各在拉班家里忍耐了20年以这个为目标自我期许但是其实忍耐是有期限的，就是神知道就是我们每个人可以承受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要在每个遇到需要我们忍耐的事情上，然后在神面前展现我们愿意守神道理的这样的一个决心，然后神其实是会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然后神其实会适当的出手这样，然后他是有一个时间性。那我们今天太感谢王传道给我们做美好的分享了，真的感谢主，谢谢传道。我们今天的只见耶稣青年团契节目到这边很舍不得，但是还是要告一段落。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们我们还有其他问题想要问，或是有新的想要分享，或是你也有婚姻相关的见证，欢迎在底下留言区留言给我们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平安。